大家好，我是杨医生。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啊，他的儿子在大学宿舍里呢，有3个都得了新冠肺炎，只有他儿子没有得。另外呢，我的诊所有工作人员有3个孩子，周末跟他们的父亲度假，其中2个孩子呢不幸感染了新冠，只有1个孩子没有。这2个没有得新冠的孩子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那就是他们都是 O 型血。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血型是不是跟得新冠病毒有没有关系啊？某种血型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是不是更严重啊？死亡率会不会更高？不同血型的人呢，是不是应该对自己预防新冠呢有不同的保护措施？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新冠肺炎啊有几个风险因素，一个呢就是年龄大，第2个呢就是男性，第3呢就是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慢性疾病的人。他们更容易得新冠肺炎，得了以后呢，症状比较重，甚至死亡率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生物化学的指标啊，来判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感染了以后呢，病情会不会更重，或者死亡率更高。人们想到了血型啊，是因为呢，在非典期间呢，香港有一项小型的研究，发现呢 O 型血的这个医护人员比其他血型的医护人员感染 SARS 的可能性呢更低。所以呢，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就对血型和新冠肺炎的相关性呢进行了一项研究。今年3月呢，他们把这个研究成果发到了网上一个杂志上。大家知道人的血型啊有4种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啊。在美国呢，大部分人是 A 型或者是 O 型。在中国大陆的武汉呢，研究人员发现，在3694个正常人里面，A 型血呢占了32.16%啊 ，O 型血呢占33.84%，说明正常人群中啊，这个 O 型血的人比 I 型血的人还要多一些。可是呢，在得新冠肺炎这个人群当中呢，这个比例呢则出现了反差啊。那么我们正常讲，如果血型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得新冠肺炎人的里面的血型呢，大致呢也跟刚才我们说的正常人群的这个血型比例差不多。结果呢，他们就发现了，在新冠肺炎的病人里面呢，37.75%是 A 型，只有25.8%是 O 型。这就说明啊，这 A 型血的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比较大 ，O 型血的人的风险呢就比较小一些。当然了，有人对这个结论呢有争议，说这个样本不够大啊。另外呢，也是没有经过专家评审和正式发表的啊。但是很快呢，丹麦呢就有一个研究。发现呢，在7422名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患者当中呢，就发现 O 型血比 A 型血的人啊要风险小啊，这个样本呢就比较大。到了今年10月份呢，中国大陆这篇文章呢也正式在《临床传染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啊。这项研究牵头的呢，碰巧是我一个同学叫辛明照啊，现在是南方科技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也是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终身教授。所以啊，这个 A 型血啊，的确是新冠感染的风险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 O 型血的人感染的风险会比较小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有一种猜测说 ，O 型血患者啊，他拥有抗 A 抗体啊，抗 A 抗体呢可能能够阻断这个病毒和 ACR 受体的结合啊，从而影响它的感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B 型血的人呢，也应该受到保护。那么为什么新冠肺炎感染呢会和血型有关系呢？欧洲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在新冠肺炎病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3P2131的基因组，有了这个基因组的人呢，容易出现呼吸衰竭。这个基因组呢也和调控人的 ABO 血型有关啊，所以这就是把血型和呼吸衰竭的关系呢就联系到一起了。那么血型和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关系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2位专家发现呢 ，A 型血感染新冠肺炎的这个病人呢，不仅他这个容易感染，而且呢病情呢也比较重一些。而 O 型血的人呢，这个风险因素比较低得病以后症状呢也相对要轻一些。但是呢，这2种血型的人在死亡率上呢没有不同。新英格兰杂志最近发表了欧洲科学家对西班牙和意大利人的研究这项研究呢也有类似的发现A 型血的人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比 O 型血的人要高，同时呢，在严重程度上呢和对呼吸机的依赖呢比例也比较高。
，A 型血的呢增加了45%，O 型血呢则降低了35%啊。那么加拿大科学家呢最近也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在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当中，A 型和 AB 型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的比例呢都高于 O 型和 B 型的患者，而且呢 A 型和 AB 型患者呢在重症监护病房停留的时间呢要比 O 型和 B 型呢要长4天半。那为什么 O 型血的人得了新冠以后呢症状会比较轻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就是新冠肺炎呢患者有很高的形成血栓的风险啊。这个 O 型患者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比较低啊，他们不大容易发生淋血。因此呢，如果你是 O 型血的话，那么你可能这个淋血反应呢就不像其他血型那么明显。说到这里呢，这 O 型血的人不要掉以轻心啊，麻痹大意啊，认为自己自带盔甲也不注意保护自己。事实上呢这都是相对而言区别并不是那么大。O 型血的人也有患新冠肺炎比较严重的而且呢这2种血型呢在死亡率上并没有差别。A 型血的人呢也不要悲观吓得要死其实呢刚才说的那些差别呢也都是相对的，但是呢可能要更严格的遵守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好，端倪世界守护健康，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